取代伯克，美军下一代驱逐舰 DDG-X 迎来新变化。作为美国海军有史以来最成功、产量最高的驱逐舰项目之一，伯克级的优秀无需多言。只可惜英雄迟暮，对于加装新一代武器和传感器系统，伯克已经力不从心。于是 DDG-X 项目出现了。在2022年公布的概念图中，高超音速导弹、定向能武器一个不缺，排水量也达到了上万吨。不过在2025年年初新亮相的渲染图中， DDG-X 又发生了一点变化，舰炮没了。那么美军下一代驱逐舰 DDG-X 性能到底有多强？为什么要抛弃舰炮？在盾舰小型化的当下，美军为什么要研制一款万吨巨舰？CGX 巡洋舰与朱姆沃尔特级下马后，美国海军急需一款新舰来填补现有舰队结构中即将出现的空缺。没办法，现役的战舰年龄一个比一个大，比如伯克级，美国海军水面舰艇的顶梁柱，但是其舰体设计在经过40多年的持续生产以及30多年的技术升级后，基本达到了承载能力的极限。伯克3型的雷达虽然强，但舰体的空间、重量、电力和冷却余量都不允许伯克3加装下一代武器和传感器系统。提康德罗加级就更严重了，这是基于斯普鲁恩斯级建造的，空间、重量和电力余量有限，现代化升级潜力基本耗尽。在这种情况下，美军必须建造一款新型水上舰艇来取代伯克级与提康德罗加级，于是推出了 DDG-X， 并在2022年给出了概念图。就结果来看， DDG-X 相当于伯克级、提康德罗加级以及朱姆沃尔特级的混血。根据当前的消息来看， DDG-X 就是拿来主义，什么好用拿什么。在作战系统方面，直接照抄伯克级的作业，把那套经过实战检验的宙斯盾和传感器组件原封不动地搬了过来。比如雷达就是 SPY6 的放大版，能同时对付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巡航导弹，还能抗电子战干扰，属于全能防守大师。既然要取代提康德罗加级， DDG-X 自然也要有空中指挥与控制能力，为舰队提供旗舰支持，于是又拿了一波。除此之外，美军研发 DDG-X 核心理念是优先考虑增长余量，包括空间、重量、电力和冷却，特别是定向能武器和新一代雷达阵列。于是朱姆沃尔特级的综合电力系统以及具备隐身特征的舰体设计也被 DDG-X 薅了过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综合电力系统，把舰艇的动力生成和推进机制分开，不是简单的省油，而是为了给未来的武器提供电力。与目前的美国海军驱逐舰相比，采用综合电力系统的舰船航程预计增加 50%， 停留时间延长 120%， 燃油消耗减少 25%， 节省下来的电力既可以提供给激光武器、电磁炮这些耗电大户。从这点来看，美军这是被朱姆沃尔特级坑怕了，不再盲目追求一步到位，而是选择一个全新的、适应性更强的舰体，去承载和驱动那些已经经过验证或风险可控的未来技术，确保舰队持续现代化。就像研发程序，自己重新写代码，保不准哪里就会有 bug， 不如直接 Ctrl+C、Ctrl+V， 把别人已经写好的拿过来，省心，速度还快。当然，如果只是简单的复制粘贴，那 DDG-X 也算不上什么下一代驱逐舰，其还要加装激光武器和高超音速导弹。在2022年的概念图中，在舰首垂发旁边还有一个150千瓦的激光武器，整舰包含96个标准 MK41 垂发单元，与伯克级一样，但是其中32个垂发单元可以替换为12个大型导弹发射单元，从而发射高超音速导弹。按照美军的想法，要从2032年开始建 DDG-X， 而以上这些性能都只能算是基线版本，还有未来版本。在作战系统方面，依旧是 SPY6 系列雷达和基线10宙斯盾，性能有一定的提升，电子战系统也将会换成新的，但最重要的还是动力提升以及更强的激光武器，将防空导弹替换为2部600千瓦激光炮，从而实现激光反导。为了实现这一点，未来版本将采用全新的综合推进和能量系统，提供更大的电力。原来的想法是这样，但现在不一样了。美军 DDG-X 项目办公室在项目经理届满离任以及欢迎新领导的仪式上，故意展示了 DDG-X 新的概念图。与2022年的概念图相比，变化很大。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舰炮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 MK41 垂发单元。按照美军的说法，这纯属概念，还没有确定。但是就火力军来说，这种改变绝对不是空穴来风。考虑到现代海战交战距离动辄几百上千公里的事实，把一艘高价值战舰开到传统舰炮射程内去玩炮战，多少有点不合适。那么 DDG-X 取消舰炮到底是性能提升还是削减？在新的概念图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舰首位置的舰炮消失了，换成了 MK41 垂发。美军的想法大概是为了在 DDG-X 上腾出更多的空间，
用来容纳 GVLS 垂发，之后发射海基爱国者3等新导弹。就火力军来说，这事儿很难说，导弹万能，舰炮无用的说法其实早就有了，不过争到现在也没一个结论。之前有放弃舰炮的水上战舰，比如长滩号、班布里奇号，但并非主流。实际上各国都没有放弃舰炮，比如美国的 MK45、意大利的奥托127以及俄罗斯的 AK130。现代化的驱逐舰与护卫舰仍然需要装备1到2门的大口径主炮，才能更好地满足实际作战环境中的使用需求。炮弹不仅价格便宜，也不容易被拦截。在对付低价值目标时，最佳方案就是舰炮。一艘驱逐舰可以携带大约500枚炮弹。MK45 舰炮的备弹量大约是400多发到600多发，伯克级驱逐舰的储弹量为680发，但导弹只有几十枚，就算是一坑4弹，那大多也是防空导弹，而且炮弹不容易被击落。军舰上的现代化防空系统一般都是用来拦截导弹的，对炮弹的防御能力非常弱。舰炮是一种非制导炮弹的武器，可以在最密集的电子战环境下使用。相比之下，导弹的复杂程度天生就容易受到软杀伤措施的攻击。取消舰炮，说明就美军来看，远程打击、区域防空、高能防御才是王道。对陆支援任务，交给巡航导弹或者未来的定向能武器去干吧。舰炮在高强度冲突中真的有点英雄无用武之地了。这并非削减能力，而是对未来海战形态的战略预判。舰炮作为主要武器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也不算错，舰炮在现代海战中的作用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二战的时候，舰炮射程最远24公里，但随着航母和导弹的出现，海战的交战距离已扩展到数百甚至数千公里，舰炮的确没什么用。现代海上作战已经是超视距化，即使面对敌方无人舰艇的袭击，大型军备配备的近防系统以及一些大口径机枪也足以应对，舰炮的存在感很小。但即使如此，如果问火力军战舰还需不需要舰炮，答案是肯定的，需要，因为舰炮还能升级。就当前的情况来看，炮弹与导弹的界限已经很模糊了，二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发动机与制导，那给炮弹加上不就行了？现代炮弹已经可以利用火箭发动机或者通过滑翔套件增加射程，再加上末端精确制导，可以将其看作一种廉价导弹。比如 MK45 之前就研发了一个增程制导炮弹，美国陆军那边也在研究 Ramjet 155冲压炮弹。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 DDGX 舰炮也不能直接丢。此外，从新的概念图来看，正面的舰桥也发生了变化，电子战系统、火控雷达更换，更离谱的是，安装在垂发后面的激光武器也没了。不过在2025年7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处发布的报告揭露了 DDGX 的性能规格，其排水量将达到14500吨，除了96单元的垂发，还有定向能武器。从这点来看，2025年公布的概念图或许真的只是个概念，美军不打算实现，这是个好消息。不过这就有另外一个问题了，14500吨的排水量，比起美国海军2024财年就造舰计划所提出的设计，还要增加1000吨左右，这有些偏重了。现在全球的吨舰都是小型化，美国的星座级7000吨级，日本的最上级排水量也是7000吨，还有英国的26型满载排水量6500吨，法国下一代军舰的排水量5000吨，军舰小型化才是未来。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原因就是军舰的功能越来越多，种类也越来越模糊，护卫舰也能干驱逐舰的活。比如西班牙的 F100 型护卫舰，6400吨的排水量，配备一个宙斯盾系统，干什么都行。加上军舰越小，造价越低，于是小型舰艇就成了各国海军发展的主流。美国这边也在研究分布式作战，发展小型无人水面舰艇等。那么美国为什么还要建造一艘万吨巨舰？这是否与未来的战略相悖？先说结果，并不相悖。如果美国海军想要在未来海上环境中保持长期技术优势，大型化是一个必要的选择。上面我们就聊了，美国研发 DDGX 的目的是优先考虑增长余量，包括空间、重量、电力和冷却。伯克级再强也扛不住未来的高功率雷达和定向能武器，舰体已经榨干了潜力，塞不下更多东西了。如果强行塞，就会出现电力不足、散热不畅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导致舰艇在未来几十年内跟不上时代。所以美军在设计 DDGX 时就考虑到了这一点，巨大的舰体就是为未来的技术演进预留空间。DDGX 比当前的伯克级大出近 40%， 最初的武器配置与伯克3型一样，这 40% 的空间就能加装更强的激光武器、电磁炮，雷达性能也可以升级，比如将 SPY6 雷达从37个模块增加到57个模块，这些新玩意儿都需要巨大的空间和电力。DDGX 就像一个移动的科技工厂，能随时集成新武器和传感器，不需要频繁大规模改造，并且大也就意味着强。从近代木质战舰到铁甲舰，再到无畏舰时代，军舰的吨位肯定是越大越好。在这个时期，吨位就代表了火力、速度，
小船累死也干不过大船。但鱼雷改变了这种情况，空军引入以后，这条规律就变得几乎不存在了。舰船吨位的多少主要是海军发展水平决定的，技术含量低的就只用小快艇出去搏命，拿着机枪就和对面的炮弹干架，输了不亏，赢了血赚。技术比较好的则可以发展驱逐舰和巡洋舰，能发展完善作战平台的则去研究航母。而且如果是单论战力，火力军的回答是大型的盾舰更好。军舰大就意味着搭载的武器种类比较齐全，具备全面的作战能力，可以执行多种任务。比如现代驱逐舰发射单元更多，可以打出更多的导弹，能通过使用各种不同的导弹完成从防空到反舰再到对地、反导、反潜等多项任务。所以美军研发14000吨的 DDG-X， 目的就是保证增长余量，获得技术上的优势，在战略上也不会与小型无人水面舰艇相悖。对于未来的发展，美国海军是想要将大型目标分散变成比较小的目标，也就是分布式作战，增加不同的火力点，顺带把这些火力点纳入三军统一的联合全域作战指挥系统，提供情报支持，整体作战能力只高不低。但并没有说不会建造大型军舰，而且建造 DDG-X 之后，也不是不能建造小型舰艇了。就当前的情况来看， DDG-X 并不是取代小型舰艇，而是作为持久型大型水面作战舰与小弟们互补，作为高价值、高生存力的核心资产。DDG-X 的任务就是在高威胁的远洋环境中执行弹道导弹防御、区域防空等核心任务。这些任务需要它具备强大的传感器、武器和指挥控制系统，小型舰艇根本无法胜任。至于那些小型舰艇，则可以在近海作战、集群攻击、充当诱饵等任务中发挥作用。而且美国海军还有海军一体化火控防空体系，利用高速数据链将所有的水面舰艇和岸基飞机以及航母、舰载机连接起来，组成一个高速信息网络。在这个网络里，舰艇、战机都是单独的信息节点，但是每个节点获取的信息都可以与其他节点共享。那么这些小型舰艇也能充当信息节点，为 DDG-X 提供情报支持，甚至是为导弹提供指导服务。性能聊完后，那就是建造的。为了避免 DDG-X 像前辈那样中道崩殂，美国海军重启内部团队造舰， DDG-X 也将交还给海军设计。海军海上系统司令部已经宣布，将下一代主力舰艇的设计主导权重新收归内部，由政府团队负责设计 DDG-X。 这种内部团队模式其实就是重走冷战时期的老路。海军这样做原因很简单，被坑怕了。DDG-X 的思路就是通过成熟的设计减少风险、控制成本，这点也没错。但建造星座级时，美国海军也是这样想的，直接借鉴意大利和法国的 F-21MM 护卫舰设计，以为能省力省钱。结果呢，美军和军工企业在原型设计上指手画脚，各种修改之后，直接把通用性从 85% 砍到了 15%， 导致交付时间一直拖延，价格还一路飙升。加上之前的滨海战斗舰朱姆沃尔特级简直不能再惨了。美国海军总工程师皮特斯莫尔少将指出，伯克级是最后一款在政府全面洞察监督下完成的设计，而后的项目几乎都失败了，必须恢复政府在舰船设计上的主导地位。如果能做到这一点， DDG-X 的确可以控制成本，但是有一定的困难。美国海军的内部设计团队规模有限，也没有经验，上一次完整设计舰船还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设计权在政府手里，建造依然依赖私营船厂，海军高层与军工企业的联系很难切断。今天的负责人，明天可能就跳槽到军工企业当顾问，未来究竟如何，谁也说不准。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DDG-X 会不会取消舰炮？未来会不会走星座级的老路？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点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 T 恤，不仅超有态度，还堪称性价比之王。首先，它超级轻，拿在手上轻飘飘，穿上身更是零负担，舒服到让你忘了它的存在。其次，面料剧透气，就像会呼吸一样，就算在外面跑一天，也能保持干爽，彻底告别黏腻感。最关键的是，价格真的让我惊掉下巴，仅需很少的钱，你就能拥有这份清爽。质量和舒适度绝对远超这个价位，闭着眼入都不亏，多买几件换着穿也毫无压力。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这种宝藏 T 恤手慢无，赶紧去抢。